好不容易等來今天分紅，他們卻說利潤平分，只是一句客套話。和我爸平均下來每人不到2萬5，而且更荒唐的是，這5年裡頭賬面流水我不是沒見過，早在3年前門店就已經收回成本了，現在談什麼成本？可笑！什麼偷吃？那叫试菜！你知不知道我和阿宇这些年为了菜品做了多大的努力？努力，弟，你努力什么了？你不就是拿个铲子掌厨？你以为真是你做的好吃才那么多回头客？人家奔的是食材新鮮。5年，從一個大排檔到必吃榜榜首，月盈利300多萬。今天是分紅的日子。你們的大哥，這是不是搞錯了？錯什麼？阿磊負責門店大堂，每天對着刁鑽顧客，沒少受罪。孟瑤更不用說了，他是財務，每一分錢都是他辛苦統算出來的。至於你們，整天就躲在後廚，這些年偷吃的也不少啊。親戚一場，我就不跟你們計較了。你們再接再厲，下個月盈利翻倍，我自然不會少你們的。搞定了，晚上我訂了博悅國際酒店的法餐。你換身好看的衣服，你們也早點回去休息吧。明天海鮮4點半進貨，別遲了。我爸的臉白了，不是氣的，是心涼了。行，大伯愛怎麼分就怎麼分，我沒意見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我早就在等這一天。很快，他們就會知道，這些盈利到底是靠誰。阿宇，你別答應。明明當初是你大伯說的利潤平分，叔你搞清楚，這鋪子是我爸租的，設備是我爸買的，人工是我爸請的。說什麼平分不過是親戚間的客氣話，你怎麼還厚着臉皮當真了？再說了，你們倆沒事在後廚偷吃顧客的菜，這筆賬我們都沒算，你們差不多得了。我聽着沒說話，但每一個字我都記下了。弟，你的廚藝哥認可，來跟哥幹吧，咱們利潤平分，自家兄弟。哥還能坑你？阿瑤，你學的就是這行，來幫爸和你大伯做大這個店，比給別人打工強。行吧，我跟你幹。我信了，不，我信的是我爸。為了一道湯底，我和我爸能在後廚耗到凌晨2點。他顛勺，我記數據，一次次試，一次次改。爸，先幹！這道羽山清蒸石斑，我和我爸花了整整4個月才定下來。600克東星斑，大火蒸7分12秒，關火虛蒸1分半，一勺油必須恰好7成熱。我試了上百次，才把這個手感刻進肌肉記憶裡。就是這道菜，讓我們成了必吃榜榜首。不錯，繼續保持。阿宇，是爸害了你，當初不該拉你進來的。我的大學同學們，有的去了外企，有的考了公務員，有的自己創了業，而我整整5年，每天凌晨4點起床，深夜11點收工，渾身都是油煙味。阿宇，都怪爸，要不是拉你當廚子，你早有體面工作了，何苦收這個錢？你那個 offer， 月薪8000。爸，別這樣，你聽我說，這口惡氣我一定會出的。周老闆，東街轉角那個鋪位我要了，這幾天就簽合同。行，看你爽快，全款60萬給你，帶裝修。那個鋪位我留意了3個月，前任做和風料理，改海鮮餐廳，再合適不過，60萬不到1年就能回本。阿宇，你要做什麼？60萬哪來的錢？大伯1個月只給6000工資。阿宇，要麼我們聽大伯的，再幹1年吧。我回去道歉，我們兄弟一場，他會給幾分面子的。面子？爸，你還不懂嗎？要不是我們鑽研菜品，他憑什麼做必吃榜榜首？他們擺明了賺錢不認人。怎麼還賴在這兒不走？你忘了你眼睛受傷住院花我們多少錢了？那是下班時間，我們好心給你報工傷，你現在還嫌錢少，真忘恩負義。醫生說那隻眼視力喪失了80%，如果第一時間處理本能保住。可那天晚上為了不影響營業，我們在後廚擦了20分鐘血才出門。他以為我沒注意到，但我每次看到他那個偏頭的動作，心裡就像被人攥了一把。說，像你這種獨眼廚師，放外面3000一個月都沒人要。現在我爸給你5萬，已經挺可以了吧？孟瑤，走了。阿宇，
我这就去把你爺爺留下来那套2居室賣了，咱們孤注一擲，也要爭一口氣。爸也真是偏心，4居室才120平，人家老張家的大兒子分了一棟別墅呢。也是從那時候開始，大伯便覺得我爸窩囊好欺負。那套房是爺爺留的唯一念想，現在我們就用它打翻身仗。老二的手藝真是一絕，手藝好有什麼用？又不能當飯吃。景山，別讓人欺負了去。那時我還小不懂，現在我懂了。爺爺看得比誰都清楚，80萬是全部身家，60萬買鋪，剩下買設備請人。如果失敗了，我們連落腳的地方都沒有。要不要打過去，說一句，周老闆，我再考慮考慮。像你這種獨眼廚師，放外面3000一個月都沒人要。不是為了贏，是不能再讓受這種委屈了。阿宇，找到了，房產證找到了，房產證找到了。什麼偷吃？那叫試菜。你知不知道我和阿宇這些年為了菜品做了多大的努力？努力，弟，你努力什麼了？你不就是拿個鏟子掌掌廚？你以為真是你做的好吃才那麼多回頭客？人家奔的是食材新鮮。要不是我認識本地最大的海鮮供應商劉滿堂，拿到最新鮮的貨，你能做的好吃？他說的劉滿堂沒錯，確實是最大供應商，可他們送來的貨品相根本不好。要不是我和我爸每日凌晨4點驗貨，後廚裡將近40%的海鮮都是死的。你看看這是什麼玩意兒？這怎麼賣啊？每次都是我爸一隻隻扒拉退回，江建國從來不管，他覺得那是你們後廚的事。阿宇啊，大伯跟你說句掏心窩子的話，你那個大學文憑，說實話，在外面也不值幾個錢。你看看現在大學生遍地都是，找工作都難，跟着大伯幹，好歹有個穩當的飯碗，你就知足吧。我知道他為什麼說這番話。哦，對了，我爸說過一句話，就是你當初拿到大學畢業證那會兒。江宇那小子讀了大學，以後要是出去混出名堂了，你怎麼辦？不如趁早把他拉進後廚，拴住了。一個廚子翻不了的。這些年，他不是在照顧我，他是在圈着我。你媽要是還在，肯定罵死我。我媽走得早，我5歲那年就沒了，是我爸一個人把我拉扯大的，一邊在別人的後廚當幫工，一邊供我讀書。這套房子是我們父子倆在城市裡唯一的根，現在我們要把根拔了。走吧，帶上這個就行。連夜掛牌，低於市場價50萬，唯一條件全款秒付，不到半天房子成功售出。80萬，全部身家，60萬買鋪子，剩下的用來買設備、請人、採購，沒有退路。兄弟，我多嘴問一句，你們這是傾家蕩產了吧？周老闆放心，不會給您添麻煩。我在這條街做了15年生意，看人還算準。你這小子有股子勁兒，好好幹。爸，這種活我來。一個人硬扛，一個人撐。
忙了整整2天，新店的框架基本成型了。鱼是我名字里的字，山是我爸名字里的字。喂，请問是江宇江先生嗎？我是顧燕晨，2年前在您餐廳用過餐，不知道您還記不記得？小江，你那道清蒸石斑，是我这輩子吃過最好的魚。好，我記住你了。顧先生，当然记得。您好，江先生，你的餐厅还在开吗？下周我到你们城市開會，打算包下你們餐廳，人數大概100上下，不知道你方不方便？100人，至少12桌，這一單流水至少60萬。顧先生，當然方便。顧先生，實不相瞞，我已經從原來那家店出來了，自己另起爐灶。新店下周剛好開業，位置在東街轉角。如果您不介意一家剛開業的新店，我就知道。說實話，江先生，我上次去那家店之後，又讓朋友帶我去吃了2次，服務越來越差，態度冷冰冰的。我早就覺得那家店配不上你的廚藝，現在你自立門戶，太好了。我本來就是奔着你的手藝去的，你在哪兒我就去哪兒，定位發我，我先給你打30萬定金。這不只是30萬，這是我和我爸這輩子第一次被人這樣信任。顧先生，謝謝您，我一定不會讓您失望。不用謝我，好廚子值得好價錢，下周見。爸，爸，我没有單子了。單子？留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，12桌高端海鮮宴，每一道菜都不能出差錯。既然要長期進貨，必須選一家穩定且貨好的。滿堂水產，江建國一直用的供貨商，品控參差不齊，給小客戶就摻壞的。老闆跟江建國關係很近，我不能把根賣給他們。這條路不能走。我和我爸在市場裡轉了大半天，把攤位一家一家看過去。江宇，你今天不回店裡幹活，在這裡幹什麼？你不知道今天重新營業，店裡忙得不行嗎？江宇，跟你說話呢，你一個臭廚子，還不趕緊回去準備後廚的工作？江磊，回去告訴你爸，我們不回去了。既然我們只是個破炒菜的，你那麼激動幹什麼？還是說你覺得你們店沒了我們不行？沒了你不行？江宇，你未免太看得起你自己了。實話告訴你，我收到消息，顧先生下周要來用餐，餐費60萬。他特意說了是姓江的店，這裡除了我爸的店，還有誰？我好心讓你們沾光，你們不領情，那更好。定金我都收到了，我會不知道，不過我懶得跟他解釋。嘿，裝什麼清高？看你們下個月沒錢了，怎麼求我爸收留？很快，我們在角落找到了這家，每一條每一隻都各頂各的好，絕不是死貨充數。
小兄弟，你是要長期拿货的，对吧？我这个人做生意实在，货好就是好，不好我退钱，绝不往里掺差。干了20年，靠的就是真。陈老板，先拿一批试试，下周有单，12桌海鲜宴。我需要野生大黄鱼、澳洲龙虾、帝王蟹、东星斑。没问题，仓库都有，你定个时间，我送过去。送货时间定在开业前一天凌晨4点，我要亲自验货。行，爽快。野生大黄鱼、澳洲龙虾，你们买那么多海鲜做什么？你们买得起吗？别在这丢人现眼。收到了，26万，1分不少。定金付了，货开业前一定要送到。陈老板，开业前一天凌晨4点，东街转角雨山海鲜楼。放心，准时到。别跟了，跟着也没用。听说你们今天在市场花了26万买海鲜？是，怎么了？行啊，有本事，我管你们买什么。不过我告诉你，新的厨子我已经招到了，人家开口只要4000一个月，比你们强多了。你等着吧，等顾先生的单子做完，你们一定会后悔。4000一个月的厨子，处理高端海鲜的专业廚師，起步至少15000。4000能招到什麼人？接下來的幾天，我要忙的事情太多了。菜單、試菜，人員到位。我和我爸每天只睡3、4個小時，在新店忙得連軸轉。哈哈，堂弟，你瞧瞧這排場。堂弟，我們為顧先生準備的包場大宴，光佈置費就花了8萬。你那個東街轉角的小破店，連個像樣的門面都沒有吧？哈哈。不理他們，做好自己的。距離顧先生到達還有2天，一切都在按計劃推進。陳守義確認了送貨時間，開業前一天凌晨4點，我先送到店裡。太順利了。夜還很黑，空氣裡有一股深秋的涼意。陳守義說好的，凌晨4點送到。您撥講的電話暫時無人接聽。您撥叫的電話……貨還沒到。沒有，電話也打不通。我找陳老闆，今天凌晨說好了給我送貨的。陳哥昨晚接了個電話之後就出門了，到現在還沒回來。他走之前跟我說了一句，明早那批貨不送了。什麼叫不送了？26萬的貨款我已經付了，說好4點。哥，你得找陳哥說，
我就是帮工，他手机放家里了，人不在。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不知道，好像是有人找他喝酒去了。12桌高端宴，100位大佬，30万定金已收，还有不到10个小时开席。我的食材一条鱼都没有。怎么样了？货断了，陈守义不送了，人也联系不上。怎么会？昨天不是还确認好了嗎？這就是他的辦法，從背後掐斷我的命脈。江建國，他竟然……爸，現在不是生氣的時候。4點55分，距離開席還有不到10個小時。我必須在10小時內找到足夠12桌的高端活海鮮。清單事跡中，江建國一定給市場其他供應商打過招呼了。這條路走不通。碼頭，石騰漁港碼頭，遠洋漁船凌晨靠岸，趕過去，正巧下貨，直接從船上買，沒有中間商，沒人能卡我的脖子。但碼頭貨散，我得在幾百箱漁貨裡一條條挑。30公里路程乘沒充氧設備，活鮮到店可能死一半，這是一場賭博。爸，我們去碼頭。走。一切阻擋都將徒勞，我的宴席必須準時開場。前面有個坑，繞一下。左邊來車了，好用。30公里的路，我們騎了40分鐘。遠洋漁船撈的是大宗貨，講究的是量，不是精。高端野生大黃魚、龍蝦，不是隨便能碰到的。已經過了1個小時了，還是什麼都沒找到。連着跑了7、8條船，一無所獲。爸，我是不是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？阿宇，你爺爺走之前跟我說，別讓人欺負了去。今天，爸不會讓你被欺負。走，我們再找。老闆，有活鮮嗎？你要什麼？野生大黃魚、澳洲龍蝦、東星斑、帝王蟹，有多少要多少。哼，口氣不小啊。但你找對人了。小陳、阿毛，把南沙那批箱子抬上來。1、2、起。睜大眼看清楚。這成色，眼珠透亮突出，好。蝦須完整，掙扎有力，好，全是頂級品相。這條不行，內臟可能擠壓過了，蒸出來會有苦味。老師傅，你是行家。26條大黃魚挑出20條，全部驗完已是早上6點半。多少錢？比市場零售便宜將近2成。你們是識貨的人，以後長期拿貨找我，我貨源穩定。
怎么把这批活鲜安全运回去？江老板，对不起，昨晚刘满仓拉我喝酒跟我摊牌，他说如果我给你供货，以后他让整个市场都不跟我做生意，我扛不住，我摊位小，经不起他这么搞。但我想通了，我做了20年生意，靠的就是一个信字。要是今天我毁约了，以后谁还敢找我拿货？江老板你在哪儿？我现在开车接你们，货我一直没动。陈老板，你想清楚了？刘满堂那边想清楚了，大不了换个市场，这口气我也咽不下。我陈守义的货我自己做主。石塘码头最深处的泊位，20分鐘到。江老板，你们这是亲自从船上买的？你仓库那批货呢？都在车上了。凌晨5點我就讓人裝好了。你買的這批正好做備用，寧可多不可少。爸，货到了，我们贏了一半了。別急着贏，先把菜做好。2批貨加起來，總量不僅夠了，還有富裕。12桌，每桌12道菜，冷盤2道，熱菜6道。湯品2道，主食1道，甜品1道，核心硬菜羽山清蒸石斑。好，11點半出發，12點到。開工！這家新店什麼來頭啊？排場不小。聽說老闆以前是必吃榜榜首海鮮店的大廚。真的假的？那可得嘗嘗。今天不行，人家被包場了。顧先生。歡迎歡迎，我們店已經做好準備了，12桌海鮮，全是頂級高貨，出品賣相最好的。我們顧總什麼時候訂你家海鮮宴？我們訂的是東街那家羽山海鮮樓，老闆叫江宇。江宇？怎麼可能是他？他什麼時候開的店？你不是他大伯嗎？你怎麼不知道？是啊，他盤下旺鋪，今天開業呢，那邊熱鬧的不行。要不是說招待貴客，我高低想嘗一嘗。江敬山，你趕緊給我回來店裡！不可能！我明明……你不是說搞定了嗎？你不是說他今天一定開不了業？怎麼回事？你說的辦法就是這個，連這都辦不成！顧先生，您有所不知，江宇和他爸多次在後廚偷吃，是因為手腳不乾淨才被我們辭退的。現在人跑了，竟還來挖客源。您這種貴客怎麼能去那種不道德人開的店裡用餐？對啊，顧先生，您看，我爸知道您要來，特意把場子全清空了。那些海鮮全是今早去碼頭拉回來的，個個鮮活，包您滿意。其實我早已備好一切，並去接了顧先生。你給我下來，窮鬼！你哪來的千斤海鮮？一定全是爛魚爛蝦，別讓我們跟着丟人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同意你的說法。
今天的宴席是我主动联系姜老板的，我相信他的为人，再好的壳子，没了灵魂，都是废的。顾先生，为了今天这批货，我可是花了重金呢。12桌的东星斑帝王蟹，光食材成本就花了将近40万啊！您要是不来，这些货全都浪费了。后来我又让朋友去了2次，第一次菜的水准就明显下降了，第2次更差，服務员態度冷淡，甚至有一道菜裡吃出了沙。当時就想那個做出絕世好魚的廚師，你的店裡過得不好。現在看來，我猜對了。這是我爸的刀工，他用那只好的右眼一刀刀切出來的。秘製醬汁、生抽、香醋、蒜蓉、小米辣，這個配方我調了2年。這蝦也太鮮了！你嘗嘗那個象拔蚌，入口即化。這蘸碟絕了，誰調的？哼，今天這頓值了。顧總，這神仙廚子借我1天多少錢都行。620克，第6道清蒸石斑重頭戲，7分12秒，1秒不多，1秒不少，虛蒸1分半。完美。從那間狹小的出租屋到這間燈火通明的餐廳，從被扔出5萬塊錢的那個下午到此刻100人的掌聲，我們走了很遠，但好在我們到了。姜老闆，今天這頓飯是我近5年來吃過最好的一頓，不是因為食材多貴，但你的菜不一樣，你的菜裡有情緒。那道清蒸石斑，我吃第一口的時候，腦子裡想起了一件事。20年前，我剛創業的時候，在老家的大排檔裡吃過一碗魚湯，3塊錢一碗，碗都是缺了口的。今天那條石斑魚，讓我又嘗到了那個味道。姜老闆，我想跟你談一件事。我旗下有一家高端餐飲投資公司，我想投資你的玉山海鮮樓。不是買你的店，是投資你這個人。第一階段先注資500萬，幫你在港城市開3家分店。第2階段，如果數據好，再追加到2000萬，覆蓋全省。股權結構你來定，你佔大頭，我只要分紅權和優先合作權，條件只有一個，廚房必須由你和你父親把控，誰做菜我投誰。500萬，3家分店，全省覆蓋，能給我3天時間考慮嗎？當然，不着急，好東西值得等。這是我私人號碼，以後有什麼事兒直接打這個。還有你父親的眼睛，我認識幾個很好的眼科專家，如果需要，我幫你引薦。謝謝你。不是委屈，不是後悔，是覺得這5年的苦終於被人看見了。1天60萬，我的個老天爺！大眾點評必吃榜榜首的大廚自己出來開店了。開業第1天就接了60萬的單子，那身在去我隨意掃。護州市大佬顧彥辰親自到場，據說要投500萬。還有一條你一定愛聽，江建國那個4000塊招來的廚子，昨天做了一桌試菜。顧先生的司機在門口等人，閒着沒事進去嘗了一口，回來只說了3個字：不能吃。
但事情遠沒有結束。江建國在港城市經營了這麼多年，人脈深，路子野。江玉先生吗？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我们接到舉報，說你這家店涉嫌使用不合格食材，需要做一次全面檢查。請進，隨時可以查。后厨看一下。你这個後廚是按什麼標準建的？國標 GB 31654-2021餐飲服務通用衛生規範，另外參照了 HACCP 體系的關鍵工作點要求，一共設了14個監控節點。你學過食品安全？食品科學專業畢業的。舉報人提供的材料裡寫了不少東西，什麼使用過期食材、後廚衛生不達標、員工無健康證。但你這裡的實際情況，是我從業8年來見過最規範的個體餐飲門店，沒有之一。檢查結果我會如實上報，該是什麼就是什麼。謝謝。對了，舉報人如果對結果不滿意，可能還會繼續舉報。你做好心理準備，但只要你這裡一直保持這個標準，他舉報100次，結果都一樣。大學4年學的東西，終於在最關鍵的時候派上了用場。江建國大概做夢也沒想到，他當年把我拉進後廚，以為是在勸養一個翻不了天的廚子，卻不知道他勸養的是一個食品科學專業的本科生。阿宇，你爺爺說的對。什麼？你這輩子不會讓人欺負。接下來的日子，江建國沒有停手。我沒有刪，也沒有回復。辯解100句，不如讓人親眼看見。凌晨4點，我們的一天從驗貨開始。每一條魚都有它自己的身份證。視頻不花哨，不煽情，就是最真實的平常。
但恰恰是这種真實，比任何辩解都有利。这才是真正做餐飲的人。看看人家的后廚，再看看某些網紅店，大叔一隻眼切魚的畫面，看哭了。這就是匠人精神啊！3天之內，那條視頻播放量突破了200萬，我爸成了港城市最火的獨眼大廚。他本人不知道，因為他不看手機。老姜，你現在是網紅了，知道嗎？什麼紅？你火了，全網都在看你切魚。火什麼火？魚沒切好才要緊。1個月後，雨山海鮮樓的月流水突破了400萬，超過了江建國經營5年的那家店的巔峰數據。而江建國那邊，腥的。因為那隻蟹根本就是死了之後才下鍋的，活蟹蒸熟了肉是飽滿的，死蟹蒸出來肉縮水塌陷，殼裡全是空氣。這種最基本的常識，那個4000一個月的廚子不知道，江建國也不知道，因為他從來不進後廚。1個月內，他的店從大眾點評必吃榜榜首跌到了第37名，老客戶一個接一個的流失，而那些客戶去了哪裡？5年裡記下的370多位熟客的信息，名字、口味偏好、忌口，甚至他們孩子愛吃什麼，我沒有主動聯繫過任何人，但他們自己找來了。李總，小江，我可算找着你了，在老姜那邊吃了1個月，嘴裡都快淡出鳥來了。聽說你出來單幹了，行啊，有出息。老規矩，蒜蓉蒸生蠔，不要香菜，再來一條清蒸石斑，紅酒選個14度下的。好的，李總，您稍坐。小江，椰子雞多燉一會兒，小朵愛喝那個湯。避風塘炒蟹，老乾媽替代1半蒜蓉，你還記得吧？記得，王總。第4個、第5個、第6個，不到2周，筆記本上370多位熟客回來了將近1半，沒有人是我請來的。全是自己找過來的，他們中間有些人甚至不知道我開了新店，是在網上看到視頻，順着評論區找到了地址。小江，有些人進門的第一句話就是：“小江，你早該出來了。”有些人什麼都沒說，坐下，吃了一口菜，然後點了點頭。那個點頭的分量，比任何話都重。江老板，外面有個人找你，說是你大伯。知道了。他變了，不是長相變了，而是那種氣場變了。阿宇，他叫的是我的小名，上一次他這樣叫我，還是5年前我剛進他後廚的時候。大伯，回來吧。我給你漲工資15000一個月，後廚你說了算，江磊不會再插手。夢瑤那邊的賬以後也給你看，利潤3、7分，你3我7。如果是1年前，聽到這番話我可能會心軟，畢竟他是我爸親哥，確實給了我們一個落腳的地方。但現在4000一個月都沒人要。大伯，謝謝你，但我不回去了。你再想想。不用想了，您回去吧。是我對不起你爸，沒有追上去，也沒有恨。有些東西碎了就是碎了，再精巧的手也粘不回去。顧先生的投資正式到賬。第一筆500萬打進了對公賬戶，股權結構是我擬的，
顧先生成股30%。我说过，我投的是人。拿到这筆錢後，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開分店，而是帶我爸去看眼睛。角膜移植加晶體置換，成功率大約60%。5年前治，概率很大。5年前，那是天文數字，現在不是了。費用呢？手術加後期大概40萬。做。你不跟你父親商量一下？不用，他要是知道了，肯定說不用治，浪費錢。所以我先替他決定了。你們爺倆都是犟脾氣。手術安排在下個月。爸，下個月給你做手術，左眼能治。多少錢？你別管多少錢。我問你多少錢？30多萬。太貴了，這錢留着開分店。爸，你用1隻眼睛給人家切了30年的魚，現在該讓2隻眼睛看看自己兒子開的店了。我們父子倆就這樣坐在後廚的燈光下，沉默地喝完了那碗粥。那一刻，我覺得這間不大的後廚比任何地方都溫暖。手術順利嗎？別急，老天爺不會虧待認真的人。很成功，角膜植片貼合度很好，晶體置換也很順利。術後恢復期大概3到6個月，期間不能接觸油煙和高溫環境。如果恢復理想的話，你父親的左眼視力可以恢復到0.6左右。0.6，對於一個用了大半輩子獨眼的人來說，0.6已經是另一個世界了。謝謝。燈光刺眼，但我沒有閉眼，我想把這一刻的光看得清清楚楚。阿宇，店裡今天誰掌勺？陳守義幫我找了個臨時幫廚，你放心。手藝行不行？行，我親自盯着的。鹽別放多了，李總口味淡。知道了吧？張姐家閨女感冒，椰子雞湯多放2紅棗。知道了吧？還有王總的炒蟹，蒜蓉的比例。哎，你能不能先養傷？那你把我的菜刀拿來，我在床上磨磨刀總行吧？不行。這就是我爸一輩子只會2件事兒：切魚和操心。江師傅，我現在開始拆紗布，過程不會痛，放輕鬆。江師傅，慢慢睜開左眼，不要急，光線可能會有些刺。他用2隻眼睛看着我，5年來第一次。阿宇，他以前只用右眼看我，視角是側着的、偏着的。你看清楚了嗎？看清楚了。清澈的，透亮，像重新被擦乾淨的一扇窗。4年前，我從那扇門裡走出來的時候，攥着一張畢業證，心裡想的是，我要用這張紙改變我和我爸的命運。當時覺得那個想法又大又空，像一片夠不着的雲。現在那片雲落地了，變成了招牌上雨山2個字，變成了每天凌晨4點碼頭上的驗貨聲，
变成了100多號員工臉上穩穩當當的笑容，變成了我爸那隻重見光明的左眼。那一刀的聲音很輕，但在我心裡像一聲驚雷。它劈開了過去5年所有的委屈、隱忍、不甘和恐懼，劈出了一條嶄新的路。喂，你好，江先生您好，我是電視台編導蘇婉，我們正籌備全國性美食紀錄片，聚焦各地最有故事的餐飲人。經顧燕圈先生推薦，我們非常希望能拍攝您和您父親的故事，不知道您是否願意接受我們的採訪？蘇編導，能給我2天時間考慮一下嗎？當然，不着急。爸，有個電視台想來拍我們，拍紀錄片。拍什麼？拍我們做菜，拍我們的故事。什麼故事？我們有什么故事？你一個人把我拉扯大，用一隻眼睛切了30年的魚，5年裡被人當4000塊的幫工使，然後跟着你兒子賣了房子，傾家產開了一家店，這不是故事嗎？那你想拍嗎？我想讓更多人看到，好好做菜的人不會被辜負。那拍的時候我得換件新圍裙，這件太舊了。行，給你買最好的。對不起，最近的位子要排到2個月以後了。老姜，你們火了！我倉庫裡的貨都快不夠了，我再去聯繫2條船。兄弟，我就說你有股子勁兒，當初那鋪子賣給你，是我最正確的決定。夜色裡，招牌亮着柔和的燈光，像一盞不會熄滅的燈。阿宇，別在外面站着了，進來幫我看看明天的魚。剛到的那批黃魚，我總覺得有2條不太對。來了。像我爺爺當年說的那句話：景山，別讓人欺負了去。沒有，爺爺，我們沒有。